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书在金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对不起啊，在下失礼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公子相救。刚才看姑娘的身手，应该是练武之人。敢问姑娘高姓大名？如果有缘再相见的话，再告诉你吧。哎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。总是写不好自己的名字。参差荇菜。先生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哦，先生，什么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？啊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，就是说男人都喜欢外貌和内心都美好的女子。那先生一定是君子了，要不然读起诗来怎么那么的气度不凡啊？我让你写的字写好了吗？哦，先生您看，总是觉得没有先生写的好。你这叫字啊？你这不是没我写的好，你这写的太差了啊！你再写给我看看。哦。你怎么这么拿笔啊？我不是教过你吗？要这样，啊？就是这样啊。哎，等我来教你啊。哎，握好啊，这里要用力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啊？那？你看什么呀？先生，您手上有很多的汗呢。你照我说的就这么做啊！我继续背诗经了。这还不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赵军，赵军，赵军，这别人都下课回家了，你怎么还在课堂上睡觉
啊？你打算睡到明天上课是不是？都走光了。哎，等，怎么了，先生？哎，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年轻力壮的啊，为什么总是在日光普照的时候在课堂上睡大觉呢？什么人白天才天天睡觉？只有晚上做贼的人才天天白天睡觉。你怎么这反应？你不会真做贼吧你？先生，我爹可是威名远播的镇远大将军，他又不是养不起我，凭什么做贼啊？再说了，诗词经典这些东西，我认得他们，他们也不认得我呀，所以我只能睡觉了啊。你真没做贼？哎呀，没有啊。你啊，这气色不好，回家好好休息，别老在课堂上睡觉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了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等等，哎，我问你，最近可有可疑的事发生？没有。啊，去吧。喂，是我跟着你的。你吓我一跳，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来找你教我画画啊。画画？这2天不方便，过几天再说吧。为什么呀？不是你没看见买市集的都是官兵在巡逻吗？你又没犯法，你怕他们抓你啊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孤男寡女的共处私塾有点不太方便，更何况会影响香香姑娘的名声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怕。不是你不怕我怕呀，这世道人言可畏呀。喂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今天晚上你到底是教还是不教？实在无法教，不方便。你可不要后悔。元珍呐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打读书那年算起的话，有15个年头了。那你在滁州又待了多少年呢？打娘胎里出来，我就没离开过滁州。我这个官还是家父进京找您捐的嘛。想不想去京城见见世面，开开眼界啊？谢谢大人，谢谢吴大人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我上奏朝廷，已经得到批准了，你办完乡试便来找我。请大人不必担忧，下官必定尽心竭力。你务必不要让我挂心呐。这次我回来也是回乡祭祖，明日便上山拜祭，3日内闭关，所有的公务你必须帮我办妥了。请大人放心，下官必定办妥。请。给我上！上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各位好汉，在下柳家公子柳成龙，不知你们为何拦我去路？柳家公子就是那滁州富甲一方的柳家大公子柳成龙。正是在下。给我拿下！是。上啊！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先走吧，我顶着。我不走，我不能丢下你。你若再不走，可就走不了了。是啊，兄弟，谢谢你拔刀相助，快走吧。上！是。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哎，你看，地上有血迹，血是从他身上流出来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对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之前我跟香香姑娘这么说话，语气会不会太重了一点儿？谁啊？先生，开门呐！谁？先生，赵军。先生，你这怎么了？流血了？啊？伤得重不重啊？啊？你这怎么样伤的？啊？赵军，你别吓唬我啊！你这伤得怎么样啊？啊？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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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门打开！啊，二位官差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？方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进来啊？可疑的人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啊，你少给我装糊涂。这地上的血迹，你怎么解释啊？这血迹，我……哎，少跟他啰嗦。进去一搜便知。不是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喂，大晚上杀什么猪啊？刘东坡先生请我来的呀。我呢，白天忙着送猪肉，晚上才有时间来杀猪。怎么？难道有新规定，晚上不能杀猪啊？那倒不是。我问你，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男人？我呢，除了猪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看来咱们是搞错了，地上全是猪的血，那人肯定是跑了。告辞。走。方先生，告辞了。哎，你这大半夜搞什么鬼呢？怎么跑这杀猪来了？还有，刚才地上那些血迹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本来今天你拒绝教我画画，我一气之下是要回家的。可是没走多远就看到赵俊跌跌撞撞的来到私塾，后面还跟着官差。我一想肯定是出事了，所以我就跟过来了。我就趁机把那些血迹给擦掉，我就用猪血把他们引到了后院。哎呀，幸亏后院有一头猪。哎，一会儿你告诉赵俊啊，是这头猪的命救了他的命。哎呀，真没想到香香姑娘，你还是一个机敏过人的姑娘。哎呀，哎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哎，对了，赶紧进去看看，赵俊快死了，快去看看啊！伤得好严重啊，要不要去找郎中啊？是得找郎中，可是咱们一找郎中，就会引起官差的注意。哎，醒了，醒了！哎，别起来啊！方先生，香香姐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，你刚才跑到我家门口就晕倒了，我把你扶进来了。
赵姬到现在还没来找我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别起来呀，别起来！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？你伤成这样不能出去啊！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的。啊，事到如今，先生，我就不瞒您了。我和我妹妹赵姬就是官府通缉的黑衣大盗。啊？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你？我小传病发作。你别急，慢慢呼吸啊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跟你聊聊天，也许可以减轻你的痛苦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下刘成龙。那你成亲了没？没有。没成亲。心上人呢？心上人总有了吧？有。好，你想想他，想想你是怎么遇见他的。好些了没？多谢姑娘，我好多了。刚刚你想的那位姑娘是什么样的姑娘？我今天遇到一个从天而降的姑娘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无法忘记她的容貌。可惜，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缘分再见她一面。眼睛都给我放亮点儿！是，别让人钻进来了，听着吗？先生，大哥，我认得他，他就是山贼头目。那个小屋应该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地，我估计你妹妹肯定就被关在里边。山贼狡猾，未免有诈，我先进去。哎，别冲动。哎，按我们商量好的办。你们这些山贼，快点把我们放开！大哥，杀了吧，免除后患。万万不可！这是柳家公子柳成龙，我要拿他跟柳家做一笔买卖，怎么还能赚上一点儿？火了！起火了！啊？什么？起火了！哪儿起火了？赶紧瞧瞧去！好。你看，是我们的人来了，先把我们放啊！救火了！哎，快点！这边水凉！这边快！拿水，快点！快拿水！哎，怎么回事？这边着火了！快点！水来了！拿水！来了！哎，你是谁啊？好。哼，知道是谁吗？我就是你们山贼的克星。侠盗飞龙就是我。你竟敢半夜跑到我们山寨来放火，等我们老大来了扒了你的皮！不好了，老大，那个叫侠盗飞龙的人来了。什么？侠盗飞龙？我们有救了！大哥，就是他，侠盗飞龙。哎，侠盗飞龙，我不是把你打成重伤，几个时辰你就恢复了？重伤？呵呵，笑话！就你那几下三脚猫的功夫，能把我打成重伤？顶多就是给我挠挠痒痒罢了。我侠盗飞龙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你单枪匹马，我们人多势众，你打不过我们。对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没听过我的事迹吧？我是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，我是直捣白虎潭，然后呢，我还是一个人能打好几十个人。老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连鬼神都没怕过。我管你是什么飞龙侠盗，还是侠盗飞龙，老子今天把你由侠盗飞龙打成侠盗飞虫！哎，听我说，我找你来，今天不是打架的，我是来找你探讨问题的。哎，我说你有没有想过，每次为什么一见面就一定要动手呢？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啊！
最后结了那么多的钱财都没有福气销售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说的没错。这本身打劫就是一个动脑筋的事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让你手底下这些兄弟，哎，请个私塾先生来给他们授授课呀？给我上！上！哎，你别过来！哎呀！侠盗飞龙，侠盗飞龙，你的伤没大碍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跟我走。走。你还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只侠盗飞虫到底长什么鸟样！哼，找死啊你！哎，老大，咱们管他是不是真的侠盗飞龙，咱们直接把他拉到官府。官府现在不是悬赏500两的吗？啊，老大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哎呦呵！你忘了咱们是贼了？老大说的对啊，还想领赏？你去啊！都把他碎尸万段！侠盗飞龙，先生，先生，醒醒啊！怎么还要拿刀啊？哎呀，这个太危险！哎，你听我说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打仗呢是要讲究方法的。多谢女侠救命之恩。跟你说过会救你出来的，没食言吧？是，这次我大难不死，一定要去找那位姑娘，向她表达心意，娶她为妻。但茫茫人海的，找不到怎么办？就算等到头发都白了，我还是会等下去的。如果我跟她是上天注定的，那么缘分终将还会让我们在一起。不用找了，你已经遇上了。是你。哎，喂，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儿？嘘，我正在想呢，你别打扰我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那边呢，在那儿呢，快跟我来！兄弟们，走！柴大哥，快点儿！你快看啊，柴大哥，在里面呢，柴大哥，来，走！啊，柴大哥，快进来啊！哇，这么多的银两啊！柴大哥，你快看呐，这有2个黑衣人。哇，我知道了，这个黑衣人肯定是侠盗飞龙，这个肯定就是敲夜叉了。哇！想不到敲夜叉竟然是个男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呀肯定是因为争夺这些银两分赃不均，所以就打起来了。柴大哥，他们全都是坏人，你快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啊！把他们都绑起来。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啊，你们2个去那边看看有没有需要救的人，快去吧啊，快去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行，哎，怎么样？一切顺利。你干得好，干得好。那当然了，我的演技还有谁能比啊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给我解开啊！快！安静啊！本府推官衙门破获了本县2起重要的案件，抓获了数月以来肆虐在滁州和全椒县境内的山贼，而且缴获了大量的赃物。本官更是在他们的山寨里擒获了侠盗飞龙和俏夜叉2名黑衣大盗。跪好了！安静啊！从今以后，大家可以安心的过上好日子。什么？
哎，不是，走。哎，有这样的推官，不知道对老百姓来说，到底是福还是祸呀？先生，那得看你问的是谁。如果你问赵兴，那肯定是祸。总之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你没忘了答应过我什么事儿吧？当然不会忘，我赵俊一诺千金，从今以后定会好好读书，努力学习。孺子可教啊，孺子可教啊。不过先生，我真的没办法把那些文字全都记到脑子里去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看到文字就头晕目眩、昏昏欲睡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想好方法了。哎，真的？方林拳法？我知道你喜欢打拳，所以呢，我就把《论语》按照你的拳法编了些招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一边练招，一边背方林拳法。从今以后呢，你的脑子里边四书五经都记下来了。先生，这管用吗？你试试。哎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先生，真的管用啊！这些个就是罗大人送来的聘礼，能嫁到这样的大户人家，理应感到心满意足才是啊。可是，这罗大人身体不好，小女尚且年轻，恐怕这嫁过去就得守寡呀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令千金的命。不是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有这样的福分能做劫妇的。梁大人，可是小女她……都大人，你可知道，令郎几次赶考并未高中，这其中的道理就是朝中无人呐。罗大人在京城人脉甚广，你们既然已成为一家，那么令郎他日再赴京赶考之时，这一切关节势必畅通无阻，前程重要啊！大人，这小女筹备婚礼需要些时日，大人能否将婚期拖后些日子？荒谬！婚期已定，岂能更改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你好好准备一下，本官还有事，告辞。梁大人慢走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姐留下书信，离家出走，跟别人私奔去了。啊！这……快！你们两个要跑哪儿去？哥，你这个登徒浪子，竟敢教唆燕娘跟你私奔！哥，不愿断了，是我。燕娘，杜公子，你我虽不相识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跟燕娘是真心的。凭什么让我相信？缘分。好高啊！小姐，看呐，飞得好高！小姐，你快看！哇，你看呐！小姐，少爷寿辰，您要准备什么礼物啊？哎，那有字画，我们看看。哎，小姐，你看，这画的不是你吗？是吧？哎，不要动，这幅画是不卖的。是你。我哎呀，别看了，快走！哎，姑娘，原来是月老帮你们牵的红线。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
逃到哪里都是乐土。是啊，多公子。站住！老爷有令，带小姐回去，带走。哎，不回去！你别过来！哎，燕娘，燕娘，放开我！段郎，燕娘，段郎，燕娘。真是画的栩栩如生啊！公子丹青画的很潇洒呀。先生要买画吗？啊，不是不是。我说你小子竟敢卖假画，造假骗人，给我抓回去，押到衙门问话。哎，这位差爷，肯定是个误会，这些画应该是这位公子亲自画的。你竟敢帮他讲话，一定是同党！同党，把他一起带走！哎，走！我是全德私塾的先生，你们不能乱抓人的。误会！哎，误会啊！我是全德私塾的先生。来，方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连累你受了牢狱之灾，本官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。都大人言重了，段郎他……方先生，你毕竟是赵青的授业恩师，事后呢，希望方先生在学习方面给赵青多多的指点呐。这一点都大人放心，赵青天资聪颖，我想他日必成大器。只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对当官非常抵触啊？是啊，都怪本官不好，没有给赵青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啊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是大婚当晚的菜单。放下吧。是。都大人，家里有喜事将近啊。是啊，小女就快要嫁给先帝的御医罗大人了。罗大人？可这样不就白白断送了令千金的幸福吗？可是罗大人在京城人脉甚广，要是果真能成为一家人，那对赵青的仕途是大有帮助啊。可是赵青秉性刚烈，如果他知道您让他的亲妹妹用幸福换他的仕途，我想赵青是不会同意的。爹，你是否派人砸了段郎的字画档，还把他给收监了？燕娘她不是货物，她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，她不是你攀官富贵的工具。赵青，跟你爹不能这么说话，有话好好讲啊。方先生，像他这种只会攀附权贵、卖女求荣的伪君子，他没资格当我爹。放肆！你胆敢再说一句？如果你要强迫燕娘嫁给罗坤的话，我就上京告御状，不认你这个爹。你，赵青，站住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说话太过分了。再怎么说，都老爷也是你爹，你不能说话那么过头。可是我实在是看不过眼，我爹竟然置燕娘的幸福于不顾。赵青，这桩婚事是梁元镇做的媒，你爹就是有千万个不愿意，他也没办法推辞啊。方先生，所以说，我爹和梁元镇这个大贪官，根本就是沆瀣一气的。你小声一点，隔墙有耳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怕，他们就是看中了罗坤是先帝的御医，所以想借此拉拢关系罢了。你完全错怪你爹了，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赵青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妹妹嫁给罗坤，那你就是罗坤的大舅哥。如果有一天你进京复考，也就事半功倍了。如果要用我妹妹的幸福来换我都兆清的仕途，那我就不去复考，我不去当这个官。赵青，你是都家的希望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够感情用事。方先生，望你饱读圣贤之书，没想到你的想法竟然如此迂腐。赵青，望你三思而行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赵青先告辞了。老爷，爹，我去端点热的饭菜。爹，您坐。爹，您不要生大哥的气，他都是关心我。你们兄妹俩都是爹的命根子，
爹心疼你啊。爹，我知道你为难，爹也是迫于无奈，不得不棒打鸳鸯，拆散你们俩呀。爹，你放过段郎吧。闺女呀，都是爹这个当推官的没用。爹，我求求你了，爹。连自己闺女的婚姻大事我都做不了主啊！我叶娘肯嫁了，叶娘只有一个愿望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放了段郎吧。爹答应你。哎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都大人，哎呦，都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失陪了啊，失陪了，都来了。哎，王老爷，您来了，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罗大人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来的都是客，来，入席入席啊！来，啊好。老爷，都大人，你看这，老爷，找遍了府上都不见少爷的踪影。可是今天来的都是达官贵人呐，这个赵青他上哪儿去了？是啊，去，四处给我找找看。一旦找到他，无论他愿不愿意，就是绑锁，也要把他给我带到这儿来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？这时候你应该回家呀！啊，方先生，你来的正好，陪我喝2杯，我请你喝酒。走。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哎，快走，快回去吧！啊，不要管我。少爷，老爷让你马上回去。我都说了我不回去，你们走。赵青，那冒犯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少爷，我又没犯法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来，梁大人，来。方先生，多喝点啊！我先前闻言，我和燕娘的婚事，赵青很不赞同，可有此事啊？啊，那都是小孩子的一时之气，您别见怪啊。我明白他为什么生气啊，可是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，我不想让他总把我当仇人。是，这样对燕娘也不好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这就过去跟他冰释。赵青，罗坤来向你敬酒了，你得冷静点。赵青，兄弟，你不介意我这么称呼你吧？我明白你在生气，我也知道燕娘嫁给我这个糟老头子，确实是委屈她了。可是我也答应你，她嫁到我罗家门下，绝不会让她有半点难过。他怎么会难过？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。什么？赵青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赵青，成什么样子？哎，师兄，不碍事。赵青啊，以后都家的事就是我罗某人的事。若是你想考取功名，我会尽力为你铺平道路。你说什么？我都赵青读书考试，还需要别人帮忙吗？你在打我开玩笑啊！坐下，赵青，这是跟长辈说话的礼仪吗？行，你要教我礼仪是吧？好啊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啊，这个老头要娶我的妹妹，你们说我是该叫他妹夫啊，还是叫他罗公啊？啊！放肆！你个畜生，休得无礼！我是畜生。赵青，你少说2句。王先生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如果我是畜生，我是你生出来的，你是什么呀？啊！来，既然说到理的话，
这样，你过来，你叫他一声好女婿，我听听。啊！你撒什么酒疯啊？叫不出口啊！哎，那这样，你来叫他一声岳父大人，我听听啊！你也叫不出口啊？你为什么叫不出口啊？因为你们都是做了不能说的事儿。你这个不孝子啊！我笑你有什么用？我笑你贪得无厌、卖女求荣吗？啊！混账！你喝了酒之后，你胡乱说一通，来人，赶快把他给我带下去！是。喝成这样，你这成什么体统？来，快来人！贪官，大贪官！你说什么？他是贪官，那你就是大贪官！不知体统，三轮五常，你上下其手，中饱私囊，是臣不臣？他卖女求荣，贪得无厌，是富不富？我破口大骂，大闹你们所谓的大喜之日，是子不子，这就是体统。赵青，你能不能醒醒？罗大人，老师，快！老师！大人，这下你完蛋了！我做媒人的也会被你牵连其中，这下你高兴了？我独立承担，绝对不会祸及大人的。独立承担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来独立承担此事？大人，千万不要生气，一定有弥补的办法的。咱们从长计议。咱们？哼，搞错了，不是咱们，只是你。啊？是你那个宝贝儿子活活气死的罗大人啊！暂且不说你这个推官不用做了，就是你那个臭儿子，这辈子也别指望高中。皇上怪罪下来，搞不好要你家破人亡也不出奇。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在大人你手上，希望大人全力周旋呐！唉。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两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